如此强大的水系法术，偌大的天庭之上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况且，当天有仙士见到你出现在七蜈蚣附近，当夜正是你值夜北天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旭凤涅槃出了岔子。你说，此事可属实？回父帝，当夜，润玉的确去过七蜈蚣。陛下，儿臣知道，旭凤涅槃危险重重，我一路追那黑衣人到七蜈蚣，本欲护卫，只是……如何？你见过那人？到底是谁？你为何不来通报？我与那黑衣人缠斗一番，发现他法术高强，却并不恋战。几招过后，他便逃离了。我当时见七蜈蚣外有燎原军把守，又正值旭凤涅槃的紧要之处，不便打扰，交代了燎原军几句，便离开了。并非父帝母神不相信你，怀疑你，但是只听你一面之词，叫人如何信服？请父帝母神明鉴，润玉断无谋害旭凤之理。我修习的是水系法术，那涅槃之火，我根本就无法靠近，此乃其一。其二，润玉不慎中了那人的暗算，他虽然使用冰灵，但却似乎并不怕火。烧伤，烧得如此严重，你为何不早报？原来羽毛乌黑的不一定是乌鸦喜鹊，它有可能是只烧焦的凤凰。乌鸦竟然是神鸟，这样的仙丹岂不是取之不尽？其实这件事情，怨不得燎原君主仙。凤凰一族涅槃本来就危险重重，虽然我坠入了蛮荒之地，但是能得到这小妖相救，毫发无损的返回，也算是冥冥之中一种缘分吧。殿下安然无恙，属下也就放心了。天帝天后忧心殿下安危，方才匆匆将夜神殿下从阵前宣了去，似要论罪。润玉，即刻随我去见父帝。陛下，此事尚未查清，现在只听润玉的一面之词。火神到！儿臣拜见父帝母神。旭儿，旭儿，快起来吧，你没受伤吧？可急死我了。儿臣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些日子身在何处啊？回禀父帝，孩儿涅槃之时遭人暗算，中了冰灵暗器，坠入一处蛮荒之地，徘徊了几日，又一心追查凶手，因此又多耽搁了些时日。没想到竟惹得大家不得安宁，儿臣思虑不周，还望父帝母神责罚。那你可寻到了凶手啊？尚未，但孩儿确定此事与凶手毫无关系。我已经查出了些蛛丝马迹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起来吧。你们兄弟二人能够互相看重，互相照顾，父帝甚为心宽。回来就好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母神日夜为你操劳，你要多安慰她才是。是，儿臣知道。火神殿下平安归来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恭贺殿下，恭贺陛下。陛下，既然旭儿已平安归来，还望陛下兑现前诺，昭告六界，早定名分。父帝，母神，所以何事啊？我和你父帝发愿，你平安归来之日，便是天界立储之时。如今魔界大军入侵，我看不如等旭凤凯旋回朝再议吧。报！禀告天帝，魔界10万大军已鸣金收兵，撤离忘川。可有缘故？据报，昨夜火神殿下独闯燕城王行辕，吓退10万敌军。一去便吓退10万敌军，真是旷世奇功。陛下，你可一向赏罚分明。
火神，你意下如何？还请伏地母神收回仇兵。旭凤执掌五方天兵，退敌守土，乃是分内之事。魔界退兵本来就是缓兵之计。昨夜依儿臣观察，燕成王迟早会卷土重来，敌寇未尽，何言其他？儿请告退，回去整兵备战。我只能先帮你清了体内的火毒，这几日你还是要受些皮肉之苦。你我体质相克，若为你强行疗伤，你会伤得更重的。自古水火不相容，你还是留着你的灵力，做点其他的吧。再多，恐怕我还真的无福消受。明明知道水火不容，为什么还敢来救我呀？换作是你，不也一样？辽元君刚刚替你疗完伤，解了你体内的冰毒，你就跑过来替我疗伤，这要是让母神知道了，又是一顿数落。救命之恩，昊天忘记，这厢谢过夜神殿下救命之恩了。旭凤，所有人都怀疑是我，你当真没有半分担忧？我当然担忧了，我一出事，你避难自其救。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就赶去给你解围了，承你大恩。你的灵力已然不弱，竟然还被伤成这样，看来真正要杀我的人必定不简单，恐怕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对抗的。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然正在涅槃的关键时刻，我突感火力渐弱，周遭冰冷，无法动弹，我只能强行推动内力，冲破周身经脉，趁来人不被坠入云海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。此人熟悉水系法术，却又不怕涅槃之火，确实奇怪。我已向伏地母神禀明要追查此事，为的是让对方放松警惕，再由你暗中帮助我追查，尽早救出真凶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一个公道，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不过你还得精进一下自己的法术，免得到时候拖我这个战神的后腿，像今日一样狼狈不堪。回禀天后，火神殿下并未对其起疑心，还为其疗伤，与其喝茶叙旧，不太想要献息。这个傻孩子，如今与狼为伍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我替他筹划，天地之位，拱手相让都不自知。你要看紧润玉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哇，难不成这就是天宫？左右看着也没什么稀奇的嘛。这仙气把地面遮掩得若隐若现，反倒叫人看不清路。怎么又消失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些花看着郁郁葱葱的，怎么一经我手就化作烟飞走了？难不成因为我灵力低微，连花都不让我采了？小气，我还不采了呢。
奇怪，这凤凰庭院怎么连一朵花都没有啊？早知道再去别处转转了。这个是狐狸吗？摸起来软绵绵的，看起来还很可爱呢。啊！老夫我活了这许多年，也总算被人非礼过一回了，甚感慰藉，甚感慰藉。非礼究竟是何意思啊？这又从何说起呢？不知如是哪家仙童啊？姓甚名谁啊？仙童不敢当，教我锦觅便可。哦，不过是区区半仙。半仙？看来老夫这午觉睡得委实长了，这天界竟然又多了个仙阶呀！修仙修了一半，可不就是半仙了？哎，这不是旭凤的园子吗？如此说来，你便是旭凤的仙童了。我不是那个教凤凰的仙童，我可是他的恩公。恩公啊！小锦觅，来，老夫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走。究竟是什么来头？竟能同时精通水火两系法术？那个凤凰烧焦了，落入了花界。落难公子被我遇到了。灵秀小童，我与他赌气，肌肤之妻。然后等他醒转过来。啊？然后呢？快说呀！我在等你的。啊！等他醒过来以后，他为了报恩于我，便将我带至天界了。情爱便是这样发芽的，经典桥段，甚得我心呐！怎么没有传说中的狐臭呢？唉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可叹是个男童身，眼看我家旭凤啊，便要深陷其中喽。那焦凤凰明明说过我是女生，那我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小锦觅，你且扶耳过来。其实报恩这个词原是我起意拟出来的，可不知怎么传着就把其中的一个字给传错了，枉费了我一番苦心呐。此乃正字，报恩报恩，无报怎还恩呢？看在你是天上地下第一个非礼过本仙的人，派你一根红线，将它系在旭凤的脚踝上，便可情路平坦，逢凶化吉。月下仙人如今越发的慷慨了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想来月下仙人这红线十分富足，但若不再将其赠予旭凤府中的仙子，势必也算是美事一桩了。凤娃如今大了，直大不由恕。
想当年，你还是只绒毛未退的小鸟儿时，最爱的便是在我府中的红线团里打滚儿。可是现如今呐，连称呼都如此生分，老夫怅然得很呢。凤娃，叔父言重了。哎，我侄甚乖甚乖，这样称呼才方显一家和乐吗？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两位先生竟然是叔侄关系，果然是仙不可貌相啊！哎，我看锦觅十分不错，不如你把她收了房吧。锦觅是谁啊？不知锦觅，名讳中的蜜，可是蜜糖的蜜？非也，非也。想必是寻觅的觅吧？非也，非也。我的蜜乃是觅食的觅。这两个字不一样吗？妙，妙得很。不知锦觅年方几何，生辰八字多少，何方人士，家中人丁几许啊？锦觅，这里无聊得很，不如去我姻缘府玩玩，怎么样？徐凤告退。这里确实无聊，那好吧。哎，走走走。长得好好看啊，好好好啊！这小生生得好生技巧，若是再活个28000年，不知要迷了这天上多少仙姑呢？照这般长下去啊，怕不是连两位殿下也要被比下去了呢？就是啊呀，可不就是。我家旭凤的眼光总是好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快快走走走走。小姐妹，不如你就留在我这姻缘府，这可比那器物宫有趣多了。我这府上可谓是仙洁地灵，怎么样？小女子柳烟，杭州柳家长女，年方28，求请月下老人为小女寻觅家婿，愿貌比潘安，情比金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锦觅年纪还小，不晓得情势啊，乃情理之中。不过日后你若跟了我那二侄子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早些通晓为好。不着急，日后老夫慢慢教你便是。我来天宫是为了救我的朋友肉肉，我想寻那大罗金仙，你知道哪里有大罗金仙吗？这天界大罗金仙多了去了，不知你要寻的是哪位啊？就是可以把我的朋友肉肉起死回生的那一位。我看他绿悠悠、翠生生，好得很啊。我的朋友肉肉，本来是一个已经修成人形的精灵，可是900年前的一场变故，让他元神尽散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月下仙人，你知道有哪位大罗金仙可以救我的朋友吗？万物化生都在轮回之内，生死一事就连天地也管不了。看来蒲世勋骗了我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告辞了。啊，哎，等等，这天界之上高人众多，宝物丰盈，若是你肯留下来潜心修行，还怕救不了你的朋友吗？还有，在9重天之上还有个上青天，只有多修灵力才有资格到上青天拜谒，听高人讲浑元正果。看来蒲世勋所言非虚，攒灵力是吧？我攒，有道理。让我在这里多待一些时日吧。这就对了，要是你肯留下来与我作伴，到时我有极好的东西送给你哦。有仙丹吗？比仙丹更绝妙。住在宫里的那个锦觅最近怎么样啊？回禀殿下，遵照殿下的吩咐，锦觅半仙的衣食住行已经安排妥当，只是他最近时常出入月下仙人的姻缘府，殿下总是与其错过，不得常见。锦觅半仙啊，现在可是姻缘府的红人呐，
他手里有不少月下仙人剩下的红线，很多人都想要呢。哼，半仙，也只有这只小妖敢编造自己的仙阶了。算了，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是。小姐妹，你可是偷懒了啊！你要是没偷懒，这野兽能自己循着味道跑来找你啊？它可是专食别人梦境的灵宠。是什么？你自己看。看到了吧？还说自己没偷懒。我这姻缘符哪来的花啊？都做梦发花痴了呢。哈！哼！狐狸仙，狐狸仙，帮一个忙呗，劳烦你帮我跑一趟。虽然我现在住在天上，可是毕竟采花酿蜜才是我的本分嘛。你们这天上的花实在是太势利眼了，他看见我们灵力低微的精灵就欺负我们，我只要一碰到花，它就化作云烟飞走了。所以，你能不能帮我采花啊？唉，春去不复来，花谢不再开。此事缘由啊，不便道明，乃系一段旷世情仇，情之一字啊。情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从花界来，难道都没听闻过一二？这几千年前呀，如今的天帝与花界鲜花神可结下了个了不得的大梁子。鲜花神一怒之下，施法毁了天界所有的花草，从此天界是寸草不生。可是，长长久久这样拖下去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于是，天帝便用云彩化作万千花草，遍布整个天界，总算让天界又恢复了颜色。可是这花草啊，诚然并非真实，一旦摘下，便化作云烟了。这样说来，那我岂不是采不了蜜了？你这个呆子，花蜜有这么重要啊？难道你就没有从中听出些其他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天帝、鲜花神，一个风神俊朗，一个美貌无双，这可不就是经典情爱故事的桥段吗？情爱能够帮助增长灵力吗？若是不能，还要添麻烦，要它干嘛？你是真不开窍。这便是我珍藏多年的情爱书册《天香秘图》，先借你瞅瞅。开窍啊，先从理论开始。姿态甚丑，毫无兴趣。这男男女女之间的情爱，乃是世间至美至真之事。那是不是还可以增长灵力啊？自然也可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这个你先拿回去看，好好研习。相信以你的悟性，很快就能领悟啦。我看着差不多嘛。哇，这儿的景象果然比白天的时候好看多了。嘿嘿。星星怎么掉进潭里了？啊，这鱼都被逼得上岸了。唉，
可见这天界的气候是多么的恶劣啊！野兽不得无礼。这位仙子，失礼了。没事没事，啊，其实这个鹿长得也挺可爱的，就是脾气有点暴躁而已。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仙子，不过呢，我也是一个正经修仙的精灵。对了，我刚才看见你的尾巴了。你的尾巴可真是无与伦比呀，先生，你这个鹿放的挺好的呀，膘肥体壮的。野兽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鹿是要送给哪个仙宫里的膳房啊？膳房？嗨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仙上这个职务相当有前途啊。遥想当年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便是从弼马温这样的畜牧行当中脱颖而出的，后来西天取经是何其风光啊！佛祖还给他封了一个斗战胜佛的称号。哦，还有八仙张果老儿，他成仙前还是放驴的呢，后来不也光耀体面的很？是以锦觅想，仙上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仙子一番推演，着实让在下豁然开朗，茅塞顿开，多谢。多谢，客气客气。小仙表字润玉，不知仙子如何称呼？在下锦觅。锦觅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我还得给仙姑他们送东西去呢。先生，今日我还有事，在下先告辞啦。对了，先生。虽然你有这可爱的鹿陪伴着，但是未免还是冷清了些。我把这条红线给你，希望以后可以有人陪着你。多谢锦觅仙子。不客气，那我先告辞啦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锦觅仙子，你的发簪掉了。多谢啦。告辞。稍等一下，有点事情。别走啊！是我呀，我呀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火神殿下身边的了听啊，我还给你送过饭，送过衣饰呢。哦，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不，是我，锦觅半仙，能不能给我变一束香花呀？啊。哦。恭喜了听仙士喜得贵子。了听仙龄尚小，尚未婚配。那你这颗喜蛋是什么意思啊？喜蛋？不，此乃火神殿下宫中灵鸟朱雀之卵，800年才可生出1枚，时之1枚便可长100年灵力，2枚便可长300年灵力。300年灵力？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让我变什么花？多少花都可以变，你等着啊。好。
吉日，宜煮蛋。哼哼。这朱雀卵的味道果然不同凡响，甚合我意，甚合我意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救命！救命！小锦觅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把旭凤找来，快！是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不是乱吃东西了？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疼死了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啊！莫慌，莫慌，你呀，锦觅，啊，刚派人去寻你，你便回来了。尔等丧尽天良之徒啊！你们这是将我家蜜儿接到何处去呀？蜜儿啊，爹爹对不住你呀！眼看着贼人将你掳了去抵债，也没奈何呀！叔父要是再演下去，不出1个时辰，他便灰飞烟灭了。唉，你还是我侄子吗？老夫好不容易演一回，唉。你吃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吃了2颗朱雀卵，没想到吃完以后又热又疼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灵力少了这么多啊？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朱雀性至火，要不是我赶来及时相救，怕是你早就化作一缕烟了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。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现在倒好，我小八的灵力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不要跟我绕舌，听得我头晕。安心养伤，你也真是，为了区区300年灵力，差点把命也搭上，愚蠢。看好这小妖，别再让他乱吃东西了。是，殿下。锦觅半仙，为什么殿下总是小妖小妖的称呼你啊？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如今灵力大减，看样子要吃什么补一补了。哦，那锦觅半仙，你是否需要什么药材呢？2天可以去找。我们做妖精的呢，最喜欢的就是吃一些童男童女。当然啦，像你这样的小仙童，是最好不过的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来者何人？颜佑。二殿下，别来无恙。知道颜佑君做神仙做得不耐烦了，去了下界做妖精。不想，如今连妖精亦不想做了，竟半夜闯我齐武宫，做起了梁上君子。梁上君子，正合我意。我最近正在下界钻研此道，专门偷香窃玉。不过呢，下界的美人我已经看腻了，还是咱们天界好，是不是？偶尔回天界来换换口味。还有锦觅这颗貌美可人的小葡萄。你认识锦觅？何止认得，1000年的老朋友了，自己人自己人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气息？那自然是郎情妾意，投桃报李喽。少跟我油嘴滑舌。我知道锦觅视灵力如性命，他不去抢别人的灵力就不错了，怎么会拱手送人？你要是不想跟我说实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莫要激动嘛，二殿下，听我解释。我和锦觅的关系说简单也简单，不过是一个欠债还钱的关系。他欠了我1000年的灵力，所以呢，我们许下了100年之约，每隔100年，他便还我一次100年灵力。所以呢，我们灵力共享，比旁人多了一份心有灵犀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遮掩了。那我呢，这就去安慰安慰他。他睡得好好的，不需要你安慰。不需要我，你行吗？用你那什么9曜真火把他烤成葡萄干啊？肉肉，肉肉，肉肉，你放心吧，如今我的灵力已经增长了很多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肉肉，肉肉，放开肉肉，肉肉。放开柔柔！放开柔柔！柔柔！凤凰，因为贪吃而毁掉100年灵力，这种事情也只有他干得出来。他还欠你多少灵力？怎么，二殿下，你要替他还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灵债好还，情债可难平。你修为精纯，我知道你不缺这点灵力。你无非是打着讨债的幌子，对锦觅有所企图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锦觅如今在我的齐武宫，就受我齐武宫庇护。你在外头做下那些风流勾当，我不管。但你要是敢把手伸到我齐武宫来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500年呢，拿去吧。火神好大方啊，连利息都算上了。他日后不再欠你的，少来纠缠。烫死我了！这得回去慢慢炼化了。不过，看到二殿下对锦觅这么上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今夜春风沉醉，月色无边。不过这风有点凉，我还是先回去休息了。灵力不高，朋友倒是不少。
鸟族今年共进新兵2万余名，我又将原来1秒州各州重新划分，酌情提拔了8名新将领，便于署理各区。姨母觉得如何？非常好。穗禾现在是越发长进了。多承姨母时时提点，穗禾夙夜不敢懈怠，唯恐丢了姨母和鸟族的颜面。是。你呀，光是讨我欢心有什么用？身为女子，你也应该多到旭凤那边走动走动啊。听说旭凤身边多了个仙童是吧？啊，那锦觅是个低等的葡萄精，因为当时殿下受了伤，她碰巧给了殿下几滴香蜜，后来就被殿下顺道带回了天界，很是抬爱。这锦觅比殿下另外2个仙士都机灵活泼，与我关系也处得十分融洽。这些小仙官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其实也至关重要。他是旭凤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将来啊，对你们的关系很有帮助的。自从子芬死后，天界从来没有真花盛开，可是真花也会腐败凋零，而他们却不会。只要旭凤登上天帝之位，你自然就是天后了。到时候，全力给你一切，包括这满园春色，也包括鸟族的长盛不衰。姨母放心，穗禾记下了，定不负您的厚望。肉肉，来，咱们晒晒太阳吧。肉肉，我丢了300年的灵力，才睡了1个晚上就恢复过来了。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长进了呀？放心吧，灵力不能白白丢了，得想法子找回来。讨回灵力以后，我才能把你早日复活啊！我听那些仙子说，这个凤凰虽然仙灵不大，可是已经掌管5峰天将了，而且是历代火神中灵力最强的一个。我打算问他要一些灵力，可是这个鸟儿小气得很，要想从他身上拔根毛，恐怕不容易。我还得去找月下仙人好好讨教讨教，你放心吧。火神殿下，火神殿下，这是我为你特意做的鲜花饼，尝尝吧。不饿。尝尝吧，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？看在我大病初愈就为你做鲜花饼的份上，给我点灵力呗。太甜了。我马上去重做，等我哦。太淡，太硬了，太软了。果然像狐狸仙说的那样。别叹气了，想要灵力，我给你支3招。第一，谄媚伺候制。不过我估计旭凤不会吃这一套。果然不吃这一套，我还有第2招。殿下，你今日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若不是我救了你，我怎么可能来到天上？我要是没有来到天上，怎么会减少整整300年的灵力？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对我负责，把300年的灵力还给我，知道吧？殿下，如果为了报恩，你想多给我几百年灵力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2，以救命之恩威胁之。不过，我估计旭凤会一掌把你打飞。那可不一定。不气馁，不气馁。我还有最后一招。那第3招是什么呀？
你知道强者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你究竟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付强者，切忌强攻，只可弱取。你越示弱，对方就拿你越没办法。敌不动，你不动；敌一动，你就哭。灵力我是不会渡的。我不要灵力，我只是在花界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不会游泳，不通水性，所以我就想这里会有危险，我就拿着一把伞，帮你挡住这的水。我就这样默默守护你就好了。罢了，修炼灵力的窍门，我倒是会一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身边还缺个书童，你若想学，明日便来洗尘殿随侍吧。结盟，6界皆知，花界正忙于寻找丢失的小花精，也知道我花界素来不问世事，不会答应。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花界虽崇尚清静，但恐怕因为这份仇恨，让各位心内并不清静吧。敌人的敌人，就是天然的盟友，还请长房主深思熟虑之后，再做答复。君子不党，我们花界谨遵先主遗训，不参与世事纷争。告辞了。当年花神被谁所害？如何抱恨而终？长房主和诸位房主，难道都忘记了吗？花界虽然势力单薄，但若真要报仇，也不必假手旁人，更不会给人当刀使。有傲气，但没骨气。看来，花界都是一些纤纤弱质的美娇娘，远也只能不善。我看你是来者不善。海棠，不得无礼。花界之事，就不劳阁下费心了。我们走。告辞。若你们改变想法，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。奇怪。哦，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啊。我最近感觉长胖了很多，可是我发现其他地方都没胖，为什么单单这个地方胖了？前几日教你的梵天咒，可记全了？背给我听听。没问题。短短一篇梵天咒，竟叫你背得如此颠倒坎坷，一共49条，你只背对了5条，倒也是实属不易呀。我背下来了，我真的背下来了，我昨天全都背下来了，我就是刚才一紧张，我就忘了。拿回去，同梵天咒一起记好，明日卯时过来再背。还要背诵？我能不能不背了？我可以学点别的呀。你可以教我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不难，我观你资质尚可，灵力不高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，不讲章法。如今只能从这些理论开始，别老想着有什么诀窍。修行哪有那么多捷径？
干什么去啊？背书啊！你现在走了，谁给我添茶磨墨呀？晚上再背。书童就要有个书童的样子。磨墨呀。穗禾公主，你来了。我来给殿下送些点心，殿下可在？哦，他在洗尘殿，和辽元君议事呢。哎，等等。穗禾公主，这个吃完不会肚子疼吧？怎么会呢？食之可长百年灵力。谢谢穗禾公主，穗禾公主简直是天仙下凡。哦不，穗禾公主仙泽深厚，乃是天仙中的天仙。就你嘴甜。锦觅，我待你如何？客气啊，比那只小气的凤凰强多了。那你可否帮我一个小忙？公主尽管开口。我喜欢旭凤很久了，可是他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虽然很客气，却总觉得不够亲近。真是奇怪，凤凰这么凶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呢？有多少人？大概从这里排到南天门吧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他对谁都不冷不热的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这个忙我肯定是要帮的。这样吧，我去帮你问问月下仙人，他的法子可多了。那太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前一阵子父帝交代防御魔戒之事，你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殿下放心，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命升仙府那边安排了一批近期飞升的地仙，以充天兵。甚好。上次的黑衣人查得可有眉目了？属下正在密切调查。据南天门的守将来报，近日在洛香府一带发现了黑衣人的行踪。水神？水神遁世多年，久不理事，他与黑衣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接着查，此事让夜神蒙冤，需尽快查证，早日还夜神一个清白。属下明白。殿下。我去人间搜罗了一些菜谱，亲手做了一些点心，特地送来给殿下尝尝。有劳你了。还有事吗？哦，穗禾第一次下厨，殿下难道就不想尝尝？哦。如何？好吃。锦觅，续茶。哦。我来吧。哦。不用，让他做吧。哦。倒好了。哦，我先走了。那我……你留下。锦觅，好生伺候殿下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锦觅，你把这些……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我撤，马上撤啊！快点！月下仙人，好生热闹啊！哎，
子期行使，今日怎么得空来看老夫啊？见过月下仙人，小仙叫月贝，子期是我的姐姐。哦，仙人，听闻月下仙人一向同火神殿下交好，就请仙人将这些信替我的姐妹们转交给火神殿下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月下仙人可否赐几根红绳？我这就给你们去拿。敢问注意先生如何称呼？我第一次有人管我叫先生。有眼光，有眼光。红线来喽！啊！月贝仙使，这个给你，把它放入云头里，便可以落地生根啦。谢谢先生。嘿，好了好了，别看了，干活去吧哈！走吧走吧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走吧，干活去吧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旭凤那里不用伺候了？还说呢，你家旭凤使唤我上瘾了，还不是你又听话又好使唤？喏，这些情书你拿去给凤娃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求我呀？我有一位朋友。你有一位朋友？这个棋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我真的有一位朋友。你继续。我的这位朋友呢，他喜欢一位先生。可是这位先生呢，平时对谁都很冷淡，很高傲的样子。我这位朋友怎么做才能让那位先生喜欢上他呢？你的这个朋友喜欢的先生，是不是和我家凤娃一样冷淡呀？对，跟凤凰一样冷淡。这种难度的爱情问题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开窍要从理论开始，小姐妹，这便是我多年珍藏。请按书册《天香密图》。你是想说这句吗？你上次跟我说过了，一模一样的话，而且这一套你已经送给过我了。这回不同，这可是套孤本呢，给你。不是，给你那个朋友，让他好好学习学习，先巩固理论基础。我看不进，说不定穗禾能看进去。也罢，就拿这个向他交差便是。月下仙人，你站好。你有哪不舒服吗？我帮你再敲一敲吧。轻点。殿下，我让你来我这儿学幻形术，你非但迟到，还打瞌睡。灵力不想要吧？想要。我让你编的桌子呢？这是你编的？我本来对着桌子念咒语了，我真的念了，可是没想到不但没变，还瘸了一条腿。你可真是厉害啊！一般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当然用来垫桌子的。你怎么能用这种书垫桌子啊？这种书怎么啦？虽然都是画册吧，但是也是书啊，能垫桌子。我不光有这本书，我还有2本书呢，都是珍藏版。蜜儿，春天来了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人。你们继续啊！你打算在我身上趴到何时啊？起来！哦，你出去。
啊！罚你今天晚上不许睡觉，好好练幻形术，明天早上我检查。我。叔父，叔父，没良心的小子，有多久没来看叔父了？是侄儿的不是。平日里不兴挂业，昼夜颠倒，总是怕扰了叔父。哼，借口。叔父今日好早啊！我这才下职，正准备去和某日新军交班，天都没亮。叔父怎么就在这园子里逛起来了？哼！叔父，您莫不是忘了，润玉早有婚约在身，这天蚕吐丝不易，叔父您就别在润玉身上浪费红线了。哼！这洛林和林秀也是。这几千年、几百年都不在一处，哪能凭空生出个闺女来？占了这么一个大好的坑，真是作孽。倘若二位上神婚后诞下长子，可与我长子一结金兰；倘若诞下长女，便与本座长子结琴瑟之好。吾辈之情谊，倘若能够在后辈之中延续传承，那也是天大的美事啊！卿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法旨。润月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叔父问你，那水神长女要是一日不出生，你就打算一日不娶亲了？其实润玉并无娶妻的心思，不管哪家的仙子下嫁于我，都会委屈了她。胡说！堂堂夜神，天帝的长子，怎么就能委屈了他们？润玉别无所求，能与长夜为伴，自由自在，做个逍遥快活的散仙就很好。哼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一个人长夜清寒，哪能比得上两个人芙蓉正暖？好了，叔父会关照你的，天帝啊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叔父，啊，其实要我来说，你还是多去照顾照顾旭凤吧。近来母神催得紧，旭凤那边怕是不好交差。哎呀，有叔父在，你和旭凤啊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这就回去，将这些红绳编得再韧一些，再粗一些，加固神力，保管啊拴两个成一双。还是不劳叔父费心了。哎，这还有一根。这根，要不然就留着吧。也好让润玉留个念想，时常去看望叔父。孺子可教。要是凤妈有你这样乖顺就好了。对了，叔父，近日您府上是否去了一个新的小仙室啊？没有啊，自从旭凤涅槃回来，咱们天界的门庭愈发森严了，等闲之辈哪能进来做新丁啊？这就怪了。对了，凤娃的七蜈蚣里倒是来了一个叫锦觅的小书童，活泼伶俐，古灵精怪的很，老夫啊很是中意呢。能入叔父的法眼，想来定非凡夫俗子。乖不得了，那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改日啊，我带他来见见你，解解闷儿啊！我先走了。叔父慢走。困死老夫了，回去补个回笼觉。花界总还是有个明白人啊。仙主待我恩重如山，
可惜生前遭人毒手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只要能为先主报仇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。那我便要看一看，玉兰方主值不值得信任了。阁下要我做什么？我就想知道，此人是谁，父母何在？真是只小肚鸡肠的鸟，把我变成筷子1天了，夹到刀却吃不到，想要把我饿死吗？疼啊！好疼啊！疼死了！疼啊！疼！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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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听闻你这七蜈蚣来了一个活泼的小仙士，怎么？今日不见他，是你给他放假了？是啊，你喜欢安静，我怎么能让那么闹的人打扰我们兄弟二人？看来我面子还挺大的。这小仙士应该感谢我才是。你在我这儿才有这样的面子，他要谢也该谢我才是。已经7日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？如今你可知道什么是唤醒术了吗？廖丁、飞絮、穗禾，你们真来救救我！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救我啊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都快被折磨死了，你才来。我们做果子的也是有骨气的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搬来你们姻缘府小住一段时间。不过我住哪儿啊？好了好了，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有个绝密消息透露于你。什么消息？后天就要征兵了，到时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征兵？这有什么可瞧的？我孙老厉害了！飞絮仙师，我们一会儿有什么好戏看啊？哦，一会儿啊是听力测试，殿下要与众兵家讨论兵法，从新进的地仙中选拔天将。这可是30年才盼来一次，你的运道可真好，刚来就赶上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多人，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能有幸被咱们火神殿下选中的，拜入5方天将麾下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！那拜入夜神麾下有什么不好的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夜神殿下虽为长子，却是庶出，且未立战功，所以这招兵啊，就是陪跑而已。但是咱们殿下可就不一样了，咱们殿下可是天后嫡子，将来可是要袭成帝位，坐拥天界的。那夜神殿下今天来吗？夜神殿下呀，超然物外，对这些繁琐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。每次啊，总是派一个人随便点个卯就完了。火神殿下到！开始吧。休闲路人椒，煎饼卷大葱，我是来收贼夫，松鼠桂鱼，让何建福参将，驴肉火烧，宾者鬼大爷，烤羊串，听得懂吗？还是一如往届。智慧升仙府，日后6界官话也算在飞升口号范围内。属下明白。萧贤破军，中原人士。胡辣汤。破军自幼习武，8岁师从蒲将军，曾率800标兵奔北坡。咦，你这个人弄啥嘞？这吐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。老夏，老夏你好你好，我自从上了天界，第一次碰见老夏。
你弄错了，俺不是你老乡，不是不是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每个字我都能听懂，不过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你给我做同意。我。他说：“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相机而行，伺机而动，三军之事，莫轻于奸。”好，好，破军天兵适才所言，字字珠玑，果然深通兵法。本神特授你为北斗府行军，领天兵2万，即日起到天将府刀刃。恭喜你啊，大哥！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升官了，还有2万天兵天将可以领。多谢殿下。太谢谢你了。早日学会6界官话，好生融入天界。他就让你好好学官话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等一下，请问这里还招人吗？这里是玄机宫招募司业守兵处，若你要追随火神殿下，请你到对面去报名。不是，我来的就是你这儿。刚才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差点把每日当作顽石，错漏1员虎将。哎，我想知道，你这口中州话是在哪儿学的？不会是中州道上结出的异种葡萄吧？什么异种葡萄？你这只烧焦的乌鸦才是异种凤凰啊！我自幼长在水境，平日呢闲来我会看一些书，了解这6界囫囵模样，碰到一些不同于官话的生僻语言，顺便学了学。非学无以广才，日后还要继续勤奋。殿下，既然您今天这么开心，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好啊，看在你今日有功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。过几日，齐武宫要办一个凡人的端午节，热闹热闹。你知道，粽子里面都是有馅儿的，凡人的粽子里包的都是豆沙、蛋黄、香肉，那神仙的粽子里，包灵力。殿下可吩咐了，这粽子里包的灵力要各不相同，有1年灵力的小粽子，也有500年灵力的大王粽。到时候，天上的所有神仙都会来咱们七武宫，就看谁的彩头好了。我包粽子最叫好了，让我去吧。你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怕你作弊呗。天边矿路，向夜神报道。报道？你可是走错了地方。夜神殿下，玄机宫，没错。难道是天后派来的？我玄机宫征兵一向只是走个过场，你在我这里并无用武之地。你若想立战功，还是去火神那边试试吧。矿路只想跟随夜神殿下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跟着我无仗可打。好呀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打仗。我玄机宫人少活多，恐怕这扫扫、磨磨、端茶倒水，也要一并担待。
我都会做。我披星挂夜，夜里当值，你来的话，可是要跟着我一起守夜。我可以的。我人脾气不好，容易发火。殿下可是说笑了，在天界，夜神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我平日里钻研奇门禁术，有时候会走火入魔，偶尔打伤人也是有的。哼，这回我看你还不走。殿下，殿下可否教教我呢？程启，你别盘腿力气了。谁？是谁在外面？程启，只要你肯听话，就放你出去。只要能放我出去，老子全部都听你的。张姐，可是在担心锦觅？如今这万年之期还没到，他就贸然离开水境，我总担心仙主一语成谶，那只鸟会不会就是锦觅的万年情结？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？这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咱们刚把这结界修复，还不是被那只鸟给冲破了？怕是长姐最近太过劳累。那只鸟怎么可能呢？要真是那只鸟，我先砍了我的双脚做花肥。况且有允丹在，不至于吧？而且我们早早知会了各处的花木，如果有锦觅的消息，立刻来报。六界之中，寸草不生之地也大有所在，还是赶紧派人去找找吧。九重天和魔界也不能落下。是，如此这般，便万无一失了。长姐，就放宽心吧。锦觅这一日不回，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寅时，日夜交替之际，天地之气交融之时，可通百穴，适宜修炼。锦觅，九曜星宫的仙娥姐姐，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给你的。